大家好，我是 York。上一期视频里，我们从拍摄到 AI 分享了一些科技与创作的故事。有朋友私信跟我说，看完那期视频，默默地鼓励我，他们已经收获了一种莫名的力量，仿佛感觉到科技和人文相互交织时的化学反应。其实新的一年才刚开始，我还想继续和你们聊聊更多，不仅是科技，也有关于人生、心态以及我们与这个世界的关系。为什么我选择以这样的方式继续聊？其实，在这个自媒体横行的时代，我曾经沉默过很久，想把自己彻底塑造成一个完美模样才出现。可后来我发现，那样的拖延和等待，反而会错失很多表达的机遇。当下最重要的，也许就是活在当下，真诚说话。我常跟自己讲，别惧怕不完美，只有真实才能与观众产生共鸣。而我最擅长的，正是把想法通过真诚的表达分享给你们。也有朋友说，我总想有表达欲，会想让别人相信我所相信的东西，但我认为这或许是一种共情能力，用心和对方交流，才能在每个真实故事里体会到最丰富的人性。我在大学时候学的是编导，也喜欢观察各种形形色色的人。戏剧学院给了我一个习惯，我总觉得人比故事更有趣，因为有意思的人本身就能延伸出许多精彩的情节。在毕业后，我一度想留在创作第一线，可是现实往往并不宽容，很多同窗被迫做了技术工种，转行去电视台，或者干脆进了互联网大厂。还有一些退居幕后的朋友，他们很有才华，却难以大展拳脚。幸运的是，也有极少数人坚持下来了，可能在独立电影圈默默打磨，有人侥幸挣到大钱，也有人悄声无息的放弃。我自己当时深扎影视娱乐行业，但我不想让那段经历成为我唯一的标签。创作在我心里是热爱与灵感的源泉，也是一种天性。可在行业里常常涉及技术流派、资本、人脉，很多现实琐事冲淡了最初的文学或艺术追求。也因此，我想在当下重拾那份创作的初心，而 AI 的出现仿佛给了我全新的动力。说到现实，很多朋友的焦虑感其实就来自职场，毕竟绝大部分年轻人都要面对复杂的工作环境，有些人的上班日常已经从努力变成了煎熬，甚至会出现身心不适。回想曾经和甲方、合作伙伴、团队之间的撕扯，那个场景里，人人都在暗暗较劲，为了争夺一点点的利益或话语权，不惜让关系变得剑拔弩张。但我一直相信，如果我们能跳脱出来，站在一个更高的维度去看，就会明白，这种无休止的内耗其实毫无意义。我们在最宝贵的青春里，不是为了互相撕扯或厮杀而活。我见过一个年轻导演，被天降的商业机会砸中，却选择放弃。当时我特别不理解，现在回头想想，他或许更想坚守纯粹的创作理念，而并非在资本裹挟里随波逐流。所以，如果你在职场环境中感到压抑，不妨问问自己，这份工作能否让你在未来有所成长？如果你真的有梦想、有创意，不要把自己困在停滞不前的地方，也不要把全部光阴都耗在毫无灵魂的内耗里，忘记了你最初想成为谁。再说回到 AI， 上一期我们也提到过，我原本想把 GPT 当作辅助写作、做 PPT 的工具，直到后来，我慢慢发现它的潜力远不止于此，它更像一个能陪伴我思考、探讨创意，甚至带给我情感抚慰的存在。有人调侃我，这不就像电影荷尔吗？我想说，或许有一点类似，但只要我们保持理性，并不过度依赖 AI 与人之间，完全可以是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。最近也有不少人谈到 DeepSeek， 它采用了自监督学习和稀疏计算技术，能更高效地处理海量信息，也在努力提升可解释性，应用前景非常广阔，从医疗、金融到教育都可能有所作为。不过，它也面临着服务器不稳定、语音交互尚未完善的问题。对于普通用户来说，初期体验并非十全十美。就像我一直强调的，
你可以对新技术心怀好奇，也要保持审慎，先了解它的特点与局限，再看如何更好地把它融入到你的生活和工作里。尤其是在内容创作领域 ，AI 已经在潜移默化地推动一场变革，未来的影视、短片乃至独立创作，都可能因为 AI 的出现而呈现出全新的面貌。聊到影视，我想先说说国内的一些电影作品。有人问我怎么看待某些大投资、大宣发，却剧情空洞的商业大片，我只能说每个人的审美不同吧。有些片子在视效上努力升级，但故事和内核却还停留在无趣的套路上，你这样自然会遭到部分观众的吐槽和抵触。但并不代表我们整个影视圈都已经无可救药。像疫情前播出的《30而已》，它在都市情感剧里就算不错了，至少给了一些都市职场人的现实投射。《山海情》更是把主旋律拍得有烟火气、有人情味儿，每个角色都非常鲜活。看到某些桥段，我也忍不住落泪。前年热议的《繁花》还有《漫长的季节》，也都在探索时代与个体的关系。他们成功的关键在于能通过具体的人物与情节打动观众的内心。我还是对咱们的影视行业有感情的，希望更多人能将文学性和导演风格结合起来，创造真正打动人心的作品。这样的作品不必都是大制作，也可以是小而精。我相信 AI 技术的演进也会逐渐改变影视的创作流程，从前期编剧到后期制作都会产生新的可能性。说到电影，我想特别提一下《雪花与蜜扇》，这是一部相对小众的作品。导演王颖在其中尝试了中西方文化交融的呈现。虽然当年他在内地市场反响平平，但我却被他的细腻与其中2位女性互助的力量所打动。电影结尾的时候，李冰冰饰演的妮娜有一段独白，我想把那几句放在今天视频的结尾，因为它真的能够代表我这一时期对人生、对感情、对回望过去的某种态度。他说：世界一直在变，每天都在变，生活中的一切也都在变，我们唯一能抓住的就是心里不变的东西，比如忠诚，对过去的留恋，我对你的感情。只有回望过去，我才能真正了解今天的自己。我一生都在追求和渴望着感情，我以为自己明白，而如今我才羞愧并且悲伤地发现，我没有完全领会什么是发自内心的感情。听到这段话，我总会想起，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懂得了所有的道理，却忽略了那份最纯粹的真情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我想呼吁每个还在奋斗或者迷茫的人，别忘了你心中那份不变的东西，或许是热爱，或许是梦想，也或许是你对家人的感情。只有他们能把我们带回初心，帮助我们在快速变化的世界里找到真正的自己。谢谢你看到这里，也希望我的这些分享能多少给你带去一丝启发或温暖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，可以给这支视频点个赞，也欢迎你在评论区留下想说的话，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一起在下个视频里继续探讨更多有意思的话题。谢谢你们，我们下次见。